接上文，上回书说到，医生们和曹尹商会争夺英国领事合作权限，医生们早知内情，占据上风。郭德友从鬼市找到破译密码的母本，交与萧兰兰查询线索。无意间得知，近日有人买走10具尸体，用木箱抬走。顾颖与张神婆在医生门做法祈福，发现有人将可疑的木箱抬进医生门内。郭德友与顾颖追踪得知，大木箱已被运进英国领事馆。二人潜入，丁卯恰巧也在领事馆中与英国领事商谈合作。黄玉被押送至小西关监狱，萧兰兰破解谜题，查出5字线索：小西关特需。郭德友、顾颖寻找木箱，发现有人在领事馆阁楼施展炼尸术，施术之人正是胡总管之妻。引出来，暗结邪魔，母子殒命，领事馆再现活尸，未查传经人。郭德友、丁卯齐聚小西关。我要去一趟大悲院，点盏灯。跟你说了，少出门，最近不太平。你连天明都不顾，还能顾得上我的安全？最近商会出了那么大的乱子，你就别跟着添乱了。是啊，商会的事情都是大事，儿子的后事你都顾不过来。要出去，知会一声，我多叫些人跟着你。江湖，科学，拳脚，真相，水性好，法医，神婆，记者，身子骨弱，特别警探，娘，市政府秘书长，超凡绝伦的人中龙凤，大少爷，就是个跳大神的。千金小姐，不抽烟，不喝酒，有钱有势，有什么用啊？眼里揉不得沙子，还行吧，通情达理。怕个杂，开什么玩笑？不交情，有线索了。德意志，神调一门，大新闻，漕运商会，师傅，父亲，不惹事儿，不怕事儿，推理正确，青梅竹马，千金百姓，听好，郭德友，河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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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练尸术。什么？他摆的是骸阵，用9具尸骸布阵，9命炼1命，是邪门阵法，犯妖孽之戒，是毒神戏鬼的大忌之术，必折阳寿。只要能听天命叫我一声娘，折几年寿又如何？
久等了。这个能让我儿子活过来？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但还是决定试一试。孙老七跟天明都是死于刀伤，而且是同时同地。如果在他身上可以成功，那天明也一定可以活过来。先用孙老七检验一下，确保万无一失。哎，得嘞，您来说吧，这活怎么干？我让冯二马去把孙老七的尸体挖出来，再按照那个人所说的方法，将虫卵和尸体一起养在水中。虽然确实如魔古道所说，但活过来的孙老七根本没有意识，逃脱了冯二马下的鱼笼，还咬死了冯二马，闹出了诸多事端。这不是我要的结果。之前给夫人的虫卵只能复活肉体，但想魂归躯壳，那是另一番功夫。我不怕麻烦。九阴之地，什么？万物终结的极阴之地，只要得法，即可把极阴转化为初阳。那我怎么才能得法？需要另外9具尸体协助做法，聚炼生气，再加上身处九阴之地，魂聚不散，魄可入体，人便可以死而复生。到时候，天明就可以喊您一声娘了。这九阴之地在哪儿？天津这块风水宝地原本没有九阴之地，但自打这不讲规矩的洋人入住之后，给生生造了一处出来。洋人？亥是12地之中最阴的一支，亥地属北水。您看看，天津城西北边靠水的地方，有什么被洋人动过的？九阴之地就在这英国领事馆。根本就没有什么炼尸术，那不过是一种生活在尸体里的寄生虫。胡夫人，很明显你被骗了，人死不能复生，用什么方式都不可能。能把这么多尸体弄到领事馆，也真是难为您了。你不想扳倒漕运商会？天明死在义生门的人手上，老天开眼给了我这个机会，借义生门之手，把这10口水棺运到领事馆。事成之后，我再反咬义生门，在领事馆大炼火势，企图威胁英国领事，谋取权力。就算我这次失败了，也能让这帮莽夫永远从天津卫消失，替我而报仇。土随而隆，只有止气；水随而比，发藏其中。天长水，地长水，3水并1水，上8风，下8风，8风皆风沙。在家歇着要听我娘念咒，出门做法还要念咒。我现在好不容易跟郭二哥出来喝一杯，还要听你念咒，你给我安静点。天明。干嘛糟蹋东西啊？都死了还学我郭二哥泡澡，美死你！走了。
这就是你要的有魂有魄的儿子吗？快走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I have the great pleasure to welcome tonight the special Chinese actress, Miss Wang Meiren. And she's well known for her movies, not only in China, but also abroad, and now also in the UK. And especially my friends are a big fan of hers. She has designed a special evening tonight for us as well, and I would like to give her a warm welcome.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Miss Wang Meiren. 喂，喂，有人吗？有人吗？ Please welcome again, Miss Wang Meiren, please.
天明哥，天明哥，天明哥，我是丁某，天明哥，天明哥，天明哥。天明哥，走一个！人在江湖飘，哪儿都不会动。哎，慢点飘，慢点飘，飘！没事吧你？快走！哪儿喝去啊？王小姐发生什么事情了？不知道。快走！差不多得了，走啊！你怎么不喝啊，小狐狸精？快走啊！都是狐狸精！胡婶儿，天明，你变成这个样子，都是娘惹的祸。娘还不知足，娘要一直看着你，一直跟你待在一起。天明啊，你就踏踏实实跟娘走吧。
控制虫子，要比控制死人容易得多。他们比死人听话，死人又要比活人听话。你到底要干什么？这次我只是顺便跟英国人了结了一下恩怨，跟你没关系。什么恩怨？鸦片对某古道来说确实是一剂良药。我怀着感激去找英国人谈生意，想获得稳定的鸦片货源。但是你知道，他们最后把运输权交给了谁？漕运商会。丁义秋用英国人的鸦片害死了我某古道100多人。就因为这个，你就要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丁义秋捅了我一刀，他一定得死。那你说，递给他刀的人，我能让他活吗？遗憾没能把碍事的小河神跟丁卯除掉。不过，现在都不重要，因为目的已经达到了。都没事吧？啊，真的太可怕了！他们见人就咬。哦，先去看看啊。刚把黄玉押到小西关监狱，本以为能消停的睡个好觉，可我突然之间，冥冥之中，似乎听到2个神仙的召唤，召唤我到这儿来。神仙？对啊，2位在哪里，哪里就出大事嘛。我想，这肯定是扫把星君呢。哟，副队长，您吃了吗？呀，这不是神仙下凡吗？来，赶紧拜拜，快！哎，走，折寿啊！一定要留意一个人，他叫做莲华清，盘查每一个来宾还有工作人员。他是短发、马靴、条纹西服，戴着帽子、围巾，还有手套。夏满队长，你说人这一辈子能遇见1次神仙，那就算了不地了吧？那是当然了。那你说咱这福气怎么就那么大呢？总能碰上神仙，而且一碰还就是俩。哟，这不是王小姐吗？夏满，来，赶紧把王小姐安全送回家，啊，那些神仙酒鬼就不用管了，啊，快！走了。哎呦啊！你小子要不要紧了？至于英国人的生意，胡婶劝你别太上心。跟贪得无厌的人不合作为妙。胡婶生在好人家，打小没遭过罪，但我一直觉得，来了漕运商会的日子，才是真正的好日子。就算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也没变过心思。过去，我总埋怨你胡叔，说他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儿子。其实胡婶又何尝不是呢？少爷，算胡婶求你，别来找我。不管我走到哪儿，我心里都把商会当家。我会一直惦记着你，就像一直惦记着天明一样。就朝门户零落不
借与你两三拳。爱听歌啊？叫什么名字？阿双。阿双。名字比歌好听。我爹起的。你爹叫你来这儿的？怎么舍得让你来这种地方？怕不怕？有点怕。阿双，别怕。你看这里的人都被关着，就像我，关在这个屋子里，哪儿也去不了。阿双啊，我的饭你给我放哪儿了？我看不见，能不能给我递进来一点儿？谢谢阿双，你是个好孩子。你为什么被关在这儿？因为外面的人怕被我催眠。催眠？就像变戏法，能让不听话的孩子变得特别听话。那你只要到学堂里，所有学生都会变得很听话了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催眠的。比如又聋又瞎的老头，或者是心无杂念的小朋友。不过谁知道呢？总有办法的。郭先生。解开了。萧小姐真是神通广大呀！就这5个字儿？能破译出来的就这么多，嫌少。哦，那倒没有，只是原始文件上我看文字挺多的，没想到破解出来就这么没头没尾一句话。小西关特需。小西关？小西关监狱是天津戒备最森严的监狱，里面关押了很多重要的犯人。我想你们要找的人应该就被关押在这里吧？特需，指的应该是一个被特别对待的犯人。麻烦了。怎么了？黄玉刚刚被关在这里，这个地方不对劲儿，我得去一趟。哎，等一下，我帮了你这么大忙，你不好好感谢我？啊，对，我确实应该好好感谢你。这样吧，我那个师弟丁卯，你们俩也认识，人不错，又有钱，最主要是没坏心眼儿，啊！我看他年龄也不小了，他父亲走得早，又是独子，我帮你们撮合撮合，你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那你要怎么样？其实我一直都想知道某古道的情况，你真想感谢我的话，那就带我一起去查案。其他事儿都成，这件事不行。回见。小西关监狱这种地方是你想进就进、想查案就查案的地方吗？我想小和珅应该很清楚，在这方面，我的出身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对，没错。局长，您就放心吧，我都明白了。这次我有责任，一定处理妥当，马上就处理，马上就办。局长啊，您老千万要注意身体，我们这边你一定放心，一定会。喂。
队长，领事馆里的尸体都在哪儿？必须马上烧掉，非常危险。哎，我跟你说话呢。烧吧，放把火，把这警局也烧了吧。上面说了，英国领事的死必须要有人负责。我行吗？你们漕运行吗？我头上这顶帽子，估计戴不了几天喽。我倒是知道谁能帮你保住位置。谁呀？您带我去小西关审黄玉，我就告诉你。嘿，二位请。随便坐啊。哎呀，小姐，我们这地方比较特殊，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就是因为警卫认真负责，监狱长管理有方，咱们小西关才能成为金门最严密的监狱。哦，逍遥姐真会说话，这还不是全托了萧秘书长的福啊，管理得好。我们就是打打下手而已。小姐，喝点红茶呀？好，谢谢。啊，冒昧的问一句，这位是？小郭，我助理。哦，郭先生，喝点什么？一样就成。好，二位稍等啊。接着说啊，别让我跟挤牙膏似的啊。上面想找人负责，说白了，就是想找人顶缸嘛。那你觉得这天津卫上上下下，谁能压得住英国领事馆啊？谁呀？当然是英国人自己啊！你能不能说点要紧的？我们漕运商会跟英国领事馆打过那么几次交道，他们明目张胆收受贿赂，见利忘义，腐败不堪，在天津城也算有不少仇家。现在人死在自己的领事馆里面，这是多大的安保漏洞？传出去就是个笑话，所以他们肯定不敢对外声张。有道理，但总得有个说法吧？咬死英国领事的活尸是因为英国人向咱们运输鸦片的时候携带了一种寄生虫导致的感染所引起的。再说一遍。咬死英国领事的活尸是因为英国人向咱们运输鸦片的时候携带了一种寄生虫导致的感染所引起的。哎呀，哪儿来的马虫子呀？分明就是让我说瞎话。我德国的导师施罗德博士，他跟德国领事私交甚好，我可以让他出面证明英国人带了寄生虫来天津。德国人，英国人，哼，留过洋的人还真是懂些洋办法啊。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放心吧，副队长。你的位置肯定能坐得稳稳的。不过我现在担心的是黄月，我怕他在里面不安分。你说你没事老跟一疯子瞎较嘛劲呢？啊？是不是真的疯子还不一定。我看到了一篇在德国最新发表的关于精神病检测的医学论文，正好用它来验一验我们的黄二手。
干嘛的？谈事儿能干吗？要不住里面，要不来看人。小西关不适合探视，想看人你可看不了。想住里边容易啊，出去杀俩人就成。这位警官，我们是来办公事儿的，就想找你们管事儿的聊一聊，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来这儿的都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告诉我哪个算大，哪个不算？可是天天为你打听打听的，小西关什么地方？进去有出得来的吗？有人要劫狱。什么？跟百具服饰案有牵连。英国领事杨大人还为此丢了性命。杨大人，我说了，跟你们管事的聊，你不同意，那说明你就是管事的喽。成，你要是觉得你能兜得住，那咱们俩就聊一聊。我说了不算，得有上级批示才行。那市政府秘书长这个级别，够不够？知道小西关为什么是金门第一监狱吗？3步一岗，5步一哨，3排监舍，12排监房，外高10米，内高8米，双围墙。天上是密密麻麻铁丝电网，地下是越走越窄的排水通道，可谓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密不透风，坚不可摧。所以，不管这个防御是真疯真傻，还是装疯卖傻，只要人在里面，他就休想出来。